嘿，欢迎来到今天的风声耳闻。那我们就来1分钟领取今天的好运哦。来看看今天领取的好运是什么呢？那么就这2张。今天的领取的好运内容是说，你现在可能感觉到一些迷惘有一些不知所措，对于你的决定或什么的话。你可能现在有一点没有方针，不知道怎么选择。其实啊，你不用担心，再过一下子你会因为某些直觉某些感性的建议慢慢会有朋友或什么给你感性的建议，你会马上找到方向，而且你会发现你现在身上的这些枷锁啊，或是这些一些问题都不再是那么大的问题，都会变成是一个小事。当你离开了这里，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你回头看才发现说，现在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所以请放心。那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领取好运，记得按赞和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3张牌可以选3张牌，这里是1、2、3你可以仔细看，然后看哪一张牌最符合你现在的心境，然后你的直觉或各方面的你不用想太多，你喜欢哪张就直接选它吧，那样子的震动会比较强。然后呢，如果你需要再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已经决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现在开始是选到1的朋友左边会有应该是3个阶段，会写在旁边你再去时间戳记里面去选择你想要看的，或是重复看看。那我们来抽。好，今天的题目是2月的趋势跟走向和方向来选择1的朋友先来抽，先来看看4周的情况应该是怎样。来4周，一下好，圣杯4周4周4周的情况来说，其实7把瑞士这个 Supreme 7的话，我来看一下，想一下这个逻辑是什么也是说是7，是不是5？其实2月的情况还不错，一开始第1周就还蛮好的大家的情绪，都还澎湃你个人的情绪也蛮澎湃的。然后到了第2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会开始有，然后有一点点压力，可能是因为，整个节气都在转换可能会有一些。就很正常，逻辑上来说，就大概就是要面对家人的压力啊，或者一些金钱的压力，在第2周的时候会出来，但是它会有一个崭新的转换，也不用太担心了，这个是必须承受的一些压力。但是这些压力释放之后，结束之后，心里的那一个解放感跟你跨越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感觉，就会非常的明朗，非常的有感然后到了第3周之后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停滞期倦怠期。不过这一周的情况是蛮需要去为了某些下个些阶段或新阶段的东西发芽而需要的一个停滞期了，它需要你休息一下，因为前面实在是太热烈了需要休息。就是这里也不一定是第2、第3周，就是说中段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转换。会有一个转换、休息，然后思考一下，但是没有特别去思考说你要是走这什么方向了，就是会有一个必要的思考期，然后你会找到一些答案，然后在心里会慢慢发芽一个新的方向然后等到2月底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就立刻会有表现了，而且会有一些不错的展现，你马上就会获得能量这个内在的一个力量啊，一个动机啊，一个做事的效率或什么就出现了，而且很快就得到别人的赞赏，而且很快就会在2月底做出成绩。如果你2月有些目标或什么需要做的时候啊，其实会在月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收获然后
月中算是很忙碌了哈，你的心境上或是心思上其实是忙碌的，你是比较有压力的，在度过2月，尤其是中段的时候，2月初的时候，你还会有比较欣喜的想要去面对很多事情啊，比较开朗啊什么的，充满期待。可是到中段的时候，正要面对你将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压力就来了。不过这里真的有看到一些蛮好的讯号，就是不用担心，它那个很快就过界了，那个只是初期会让你感受到压力，你很快就过界了，会拿一个冷静期，会感到，而且还会感觉到一个平淡期，就爬得很高了之后，突然直线坠落到一个很安静的位置，就是在一个很喧闹的情况下，就直接直线坠落到一个很安静的位置。然后我来多看一下这2个中间会有什么哈。哦，是哈，是的话应该就30人的，看一下哈。因为到了保健室的时候，它是的确，你看哦，保健室又强调了你中间的所谓的安静、宁静下来的那一个能量哈。我刚说它是直线下来就安静能量，它这个确实是在加强我刚刚的那一个诠释哈，它有点在加倍了，它的安静的能量、停滞的能量，你想要休息的能量，比我想象中的在更强大。记得哈，你到2月中的时候，如果真的想要休息，你就休息，因为那一个是一个蓄力跟你要内在有一个新东西、新思维、新的契机或者是新的未来要发芽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你必须要让那个你站在的那个滋润的土壤因为在这里有感受到很多的滋润了，滋润的土壤你要再让它休息一下因为他刚刚在收到很多能量，在收到很多充沛的祝福，很多东西的时候，他需要消化，他需要静置一下他才能够好好的把东西长起来不然会在一个很混乱的情绪，跟你才刚跟很多人做连接，做很多的交流，做互动的时候，有很多的思绪跟精神能量都在你身上，你还没有做一个自己内在的整理，所以这一个到2月中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迫性的静置期然后你需要休息。请尽量不用思考，因为你自己内在会消化一些思维，会消化一些思考。你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太难的一个思考，顺势而为该思考什么就轻松的、放松的去思考，然后你就会找到蛮好的，也不用找到，它会慢慢的在心里发芽成某些答案。你有时候睡醒了就得到答案，起床了就有一些灵光一现的答案会在2月中的时候出现，然后它会把你要做的事情在月中月底的时候，就会突然突飞猛进的，你要做的事情会在2月底以前会完成，会达成，而且会受到赞赏，会表现得非常好，还会有一些人来帮助你很奇怪，你这2月的这个运势，它有一种刚扬升之后就先到谷底静置休息，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弹升的能量会飞起来我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要谈深前还是会有，而且这个找到方向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这个能量，又比我刚刚所感受到的更强这边因为这里是权杖3嘛，他在告诉我说，你除了已经找到方向，看清楚那个，而且你还确定了你新的一年或者新的人生阶段的那个分水岭，你已经跨越了，然后到了权杖3之后，是你已经进入了行动的这个阶段，你已经走了，你已经行动了，虽然速度比较慢，可是后面接的是权杖6，等于说权杖3、4、5、6、4、5就直接大跳跃了，你有一些很快速的一些挣扎，很快速的一些竞争感，一些企图心，一些欲望，在这里很快就被你消化了，就在月底很快就被你消化了，而且很快的就能够拿出成果，能够立刻展现出来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2月底。2月底确实是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记得你要给你一个自己一个蓄力的时间当然这里有年假，你当然要蓄力，但是你可以把整个年假或什么活动变得比较不温不火的去过，不要太激动，不要太热闹，也不要太冷静，因为这样说也
不够中肯，应该是说你自由的去感受这一切但不要太多的追求，因为你最后还是要进入一个休息期你先知道你的心灵或各方面会进入一个很明显的休息跟静止的状态。如果你前面就已经用了一个，我的意思是说，你前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然后来进入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顺、很舒服。但如果你在这里又太过的激昂，情绪太高涨，太过欢乐，太什么做太多事情，然后当你进入这静止期的时候，它会多了很多劳累感。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就很难很舒适的在这个静止期或这个休息期达到一个很好的内在身心灵的一个怎么讲舒缓啦，那一个暖开机、重开机之类的你没办法一个彻底的关机再重新不要太累，只能说不要太累。回到2月初这里我有一个小想法，来看看的确回到2月初，你看来这边就是圣杯4者了嘛，然后再直接一个圣杯6。我一直觉得2月初会有一个，你会突然获得一个很好的能量，然后那个能量让你整个精神很丰沛，然后去迎接整个月。但是我很怕你在2月中，我不知道几号到几号，就是你觉得的2月中的前面在这里如果这是中的话，这个地方我很怕你把这里所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一些能量，然后就用掉了，就散掉。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的蓄力它有点像充电，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个电这个能量会去吸收很多的消化，然后你在这里才会绽放出来，才会爆发出来。在这里，我很怕你在这里就用，因为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讯号我一直觉得这里有一个。对啊，它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火能量，有一个很强的。虽然说这也是宝剑10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底下带了一个非常强的火能量，在吸收你这里好不容易蓄力的水能量。结果我一翻出现了国王牌就是真的，它底下有一个，就是我感受到的有一个莫名的引导力啦，会偷走了你的精力，不知道是工作还是课业上，不知道。反正这里它就是有一个能量虽然你要转换，这里又在转换，而这个转换前会把你前面的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些很不错的想法、感性的、直觉的、精神的一个很不错的新能量会超越1月的那一种爆发性的一个全新的能量。也有很多人帮助你啊，会得到同侪，然后人缘突然那个时候也变好啊，这种很就是精神意义的能量，我很怕在这里就被吸收掉了，然后到这里挥发的就不够，所以你可能要小心这里真的就像我刚讲的，不要太累，不要太劳累，不要用过太多的精力我是希望你淡一点，或是收敛一点，或是留一点后路，留一点精力来去面对你月底有一些很好的发展。月底它也不算是一种挑战，它像是你一种很重要的表现。然后这个表现需要你有很大的能量，先在前半部把它蓄力起来，在2月底的时候去表现起来因为它本来就会发生，但是你这里所存的、所积蓄的，到这边它会有一种 buff 加成，一种乘法的上扬那我看看这个这个位置，大宝剑是到这样子的位置，90这里，因为其实因为这里它不是，因为这里它也有一个跟这里类似的情况，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我是有看到它里面有一些，譬如说审判牌，然后也有魔术师牌，它那种水星能量躲在下面在，偷偷让你用掉了很多的。怎么讲？因为这个这里也是一个好事，它也算是一个好事，这里也算是一个好事。但是这里所聚集的能量跟2月底，它这里所聚集的能量呢，跟这里的
契机呢所引来的好事呢，各种比较光明面的东西呢，这里的能量比较集中，密度比较高，比较扎实。但这里也有，但这里产生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它具有比较高风险、比较多挑战的能量在这里会这样，会转啦，它就是会吸收起来所以我会担心说。都是好事，但是有一点这里把你的能量被分散掉了让你分心掉了。这里是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足以去跟后面的这一个好的成就、跟好的表现的收获来比较。这也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就是一整个月里的一种达到平衡的一种奇妙的神秘力量它很像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能量，但你也可以。在最后挥发起来，可是这个比重就有点太过极端了，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东西让你挥发掉，如这个静置期啊，或是这种需要你另外展现的一个分析的地方，然后让你达到一个比较中庸、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过完这一个月但是当我们看牌发现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顺序，你就知道说你可以去做一个调配然后我再看看，看一下，我再来翻4张牌来看看这4个礼拜。好，1、2，好，这样子好了。好。然后我再看一下的确它到了中段的时候会有一种推动的力量要往月底去了。然后跟我刚想的一样即使这里是有一个很好的能量展现，但它的难度确实，它算是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难度也比较高，会造成你一些陌生感。可是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因为这2张牌在告诉你说，现在算是比较需要一点使用到你真正的才能，你真正的思考，你需要冷静的去面对这里，因为这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这里你会得到喝彩，得到奖赏，得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表现，但这不是你最终的表现，这只是你到3月后面的一个中段的，像期中考的表现会表现得很好然后太阳牌在这里出现了，的确是月底会有一些非常好的表现契机你会带来所以再这样子看下来，这个养生的这里应该会算在这里这个养生比较像在这里，所以这个建构应该在这里，我觉得差1张牌在这个中间。这个阶段呢确实是需要你比较多的思考，而且你要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比较好的调节我就这样讲好了，也许这个月就只有这里你原本失去的能量在1月失去的能量在这里会立刻达到充电，你有100%的电但是这100%的电呢，如果你把它留在这里去做一个表现的话，它会用100的能量去做 buff， 去做成倍，去让你的表现达到最好。但是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关卡，但这个关卡是你一定会遇到的，但是你可以去控制你需要使用的能量，你要给它10%呢、5%呢，或者15%来面对这一个，但它的结果都差不多，这里的结果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影响。然后这里一过来之后，它就会进入一个静置期，因为它需要你去发芽一些这里或之前，反正你心中有些东西需要这个时间去发芽，然后这个发芽的东西呢，可以应用到这里可以应用到这里，但是发芽的不快，但是就是有一些新的新的想法会让你这里的表现更好，新的想法、新的 idea 新的内在能量，或是你或者什么新的鼓励或者鸡汤类的鼓励，有一些新的开窍、新的开悟，在这个位置，但是你需要安静一下才能够得到，然后在这里才会再得到另外一层的
的加成只是这里你空到可能在这里，但是你这个休息期并不会再充电，充电是这里，因为能量在这因为这里也算是需要用到你一些电力来1%、2%去做增长或什么，不知道，看你那时候感受到什么，就看你用了多少电，然后再到这里去用，可能到这里就只剩下80啊、75啊或85，看你怎么控制，然后去展现但别担心，你有一个很好的好运，或是一个很好的正能量一直在跟着你你有一个很好的正念，在这个时候都会有，你也不会感觉到气馁，你会觉得一切都很顺精神力啊什么在这里都会一起跟来。再看一下前面，我有什么担心的位置吗？目前这里我是没有什么担心的位置。好，我觉得2月趋势大概就这样，我来帮你看一下你的能量检测就你在2月的状态来。好，蛮好的。好，目前看到你这2月的状态都还不错，然后你有6、10，有6号，有10号，前面你刚刚也有得到6号、10号都有。这里的否的 accuracy， 2月的时候，你会获得你的生活圈里面蛮多的情感面的支持然后你会得到一种很幸福、很欢愉、很有归属感的感觉在2月，然后你会跟人比较亲近，然后也会在其中获得蛮多的物质面的支持你在2月你的身心里的状态都属于一种很平衡又很丰沛的啦，这也都蛮丰沛的。但是要小心，你可能2月这个阶段可能会有，被要求啦，被要求一些事情要求你去做一些你能做到，但是你现在不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又就是说这些事情是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2月这件事情，平常你会说不要，在2月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说 yes， 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个诱因有一种正面的诱因去诱导你，但是平常你会说 say no，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月你就可能因为太开心啊，感受太多，幸福感太高，所以就2月的时候特别宽宏大量，心胸特别宽广那会不会感觉到后悔呢？看一下好了。不会啦，你是可以做啦也不会，只是我大概知道了，就是我刚前面说有一些事情会有一些收获，但是会浪费你的量，大概就是这个啦，就是你2月的时候会被要求做一些事情，强迫你做一些事情，不是说强迫，就是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要求，但是你做得到，你可以选择不要做。可是2月时你就特别想 say yes， 但是记得刚刚我前面说的say yes 你会做到，你也做得蛮好，但是对你的月底需要做的能量、需要表现的东西没有特别的帮助。但是对于你的一些人际关系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你的生活没有实质太大的帮助。他那个人际关系只是一种心理的安慰的人际关系的建造一个情况的发生。再看看别的。这牌有主人，刚躲在底下。这颗这是应该都还好，这确实2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全新转换的一个契机，而且这个2月还有点强迫你去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断舍离？可以，但也不一定要。但是你2月的时候会特别想要断舍离某些事情，因为它有一个交界点，突然
整个集体意识或大家意识都一起跨越了，特别有一种讲断舍离的感觉。但是你在断舍离或在做这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很肯定啦，你只是很想做这件事，但你不是很肯定，因为内在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不确定要不要做这件事，但是心里就很想做。有些人做事很有目标的去做，但你想做这件事只是一个感觉，我现在就很想做，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被集体意识、被整个大家的意识整个意念意志所干扰因为整个意念都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除旧布新换新的感觉，那你脑袋会有一种这种很想要全部再重新换新的一个概念。可以啦，你要做可以做啦。因为毕竟刚刚前面第一组拍的有2个边界跨越的情况出现都是可以做，早做晚做，我觉得早点做吧。因为后面你还有很多的能量要去面对你的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些小事情，就是假日的事情。然后你得到蛮好的全新能量在2月因为这都初始能量又再一次爆发给你，后面怎么应用？这真的比较像是我刚前面说的2月初你会得到一个是很精神反正就是各种元素的能量，在那个时候会突然得到一个很好的重叠。这里也就再讲了一次2月选到1号牌的还不错啦，你整个是一个很平衡，却又有一个很好的契机会出现的一个2月你可以把握一下你2月或是你已经知道的运势，或是机会表现的机会、工作的机会是一个 case 2月底确实是一个有很多的支持力 buff， 运势在上扬的一个情况。你在那里如果用功特别表现的话，收获会比你原本预期的再更高，再更好。那我再看这里这里是我自己要抽的，然后跟这个没有关系。这张牌又出现了一次，又是一个，这就不用再特别讲了，它就是你已经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记得只是需要你再保持更好的能量去好，这是你个人能量的。来，我们来看其他塔罗牌要说什么其他的塔罗牌通常话都很多啦，是跟这个牌都不对盘，他可能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来，我看一下，我用这2张牌，这3张好了。3副牌各抽3张来看他们想要说什么。这个好，再来好，我是没有特定方向或特定题目了，就是翻开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空中有什么讯息，或者是直觉我漏掉的你可以做补充，阅读一下都还蛮我觉得都吻合之前的也只是说它有一些你可能会有一些见到老朋友的机会啦，就见到老朋友机会了就叙旧这个小能量会有当然了，毕竟是过年然后这个月你会有点过于乐于分享，我记得这一件事情你要收起来这2个能量在互斥它有点，我是读到你这个月会有一些太过乐于分享简单来说就是红包不要发太多，你会太想发红包，发太多红包或是金额超过你想要的这里有这个能量，但它其实你这里有一些叫你节制一下的牌不要太冲，不要太莽撞，这个月会有一些比较莽撞的能量在你因为刚3副牌的火能量都还蛮强的在底下有一些熊熊的火能量在推你但是水能量也很多，所以达到了一个平衡。只是有的时候就算达到平衡了，可是因为你可能有一个星座的关系，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星座
然后你的月亮在哪里，你的金星在哪里，你的上升在哪里，这个我们这里不谈，但是我只能说它会悄悄的影响你的牌面上的平衡，还要来影响你所做的决定，所以你可能要控制一下，记得很多事情都要达到平衡，得到了收获才会比较好，才会更属于你的因为你在一个不平衡的下面去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表示你是掠夺了别人的。然后应该说，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拿到一样的东西，而是你该拿到你该得的，你努力该得的，你的意念该得的就可以了，不要多拿。当你多拿了，超越平衡了，那就是去掠夺别人的我是觉得在一个直觉上不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各种东西都要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这里不要太莽撞，不要太冲动，不要因为太开心而做一些决定然后对这里有一种冲动感在里面然后对不过也有一个也有在告诉我说，其实2月你是一个拥有很好机会、很好能量，可以进入一个新天地的一个概念也在里面因为2月比较像是你的一个隧道，一个穿越的时空隧道2月只是这个隧道没有那么滑溜不是一个那个水上乐园的那种滑水道，它没有那么滑溜，它中间还有一些小小的障碍，更像这个隧道更像玩一些障碍赛，像百战百胜这种障碍赛或一些障碍赛的感觉。但是你会过，然后后面的收获会比你想的更好。好，这个其他老牌讲的是这个，我再翻。我觉得好像少翻一点点，因为这几个牌都是属于一种快乐的牌这个几个牌组，我一直觉得这3副牌都是处于一种很快乐的3剑客。我来拍一个心眼比较坏的牌好了，我觉得啦。好，还好就是2月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挑战你内心的价值会问你，就是会给你一些烦恼，是挑战你是谁，挑战你好不好。然后平常你不会太确定自己好不好或什么，你就觉得你过得还不错啊，你拥有你的不错的工作，拥有你不错的财富，然后你也觉得你不错，拥有健康还是什么，你的智力可是2月的时候特别突然来了特别多的挑战而且那些人都是对你其实没有那么重视的，他们都是在2月的时候用一种 party 点头之交的状态里遇见你之后随口问问的，所以这边有告诉你说，尽量不要太介意2月就是一个人际关系比较可以淡化过去的很多东西不要往心里去免得你会2月过了之后会把这些东西带在心里，会造成很多的困扰，然后往下带。其实2月的东西就不要因为爱人牌他告诉我说，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很表面的啦，很表面的情感，很表面的情绪，所以有时候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而且这里所有出现的人都还蛮多的你可以把2月当成是一个休息的转换点就好了这里有告诉我说，有些比较你会遇到一些小斗嘴啊、小争吵啦，但是都是在针对一种比较心态一种比较心态。你本来就是因为2月本来就是一个过年的时间，你会遇到很多你平常不会遇到的人，和这种比较心态会在这里就很油然而生的就出现了所以在这边才会读到这种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集体意识的讯息在这边环绕，所以一定会读到这里。不过牌面希望你说不要放在心上，因为那都是太片面的。一般来说，对你有恶意的人对你说的话或什么的，他说了他很快就会忘记，而且他还忘得比你还快。所以你就不要帮他记得了，你应该在他说的时候，或是在当下，你就把他忘掉了，或者等一下就忘掉了。你不要帮他记得，他会忘，你就先忘。那些东西都不用太重要，反而是他希望你回头看一下那些跟你一起真正跟你一起建筑人生、跟你建筑事业、跟你建筑人生说的话，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些2月一些小小的文字句，
文言语困扰，不要困扰着你，那些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你就当做是一个小闹剧、小插曲就好了。然后在2月，好，那这就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好，希望你能够理解刚刚前面好几组牌的一个牌面上象征的诠释，然后可以让你找到更多的选择，然后有一些心灵的问题的困境，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智慧和小小的方针哦，然后刚好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的，记得按赞和分享，记得分享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来，现在是选到2号的朋友，好，来，我们直接开始哦。这边有3个内容，左边有3个内容的说明哈，你可以去时间戳记去选，或是重复看的时候可以选择哈。来，我们开始，先来看4周的一个情况变化哈。来，先这样哈。我再读看看这个整个趋势的发展哈，不见，颜色转换角，2月的时候你会突然领悟到某一些事情，有一些你想不开的、想不通的事情，不想不开哈。你之前有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在2月中段吧，10号到20号，不止啊，8号，反正就中段中间2周，你会有一些你之前想不通、想不明朗的事情、想不清楚的事情，会突然开窍了，会突然得到一些灵光，或是980，你会因为某些压抑的情绪或压抑的工作，反正你会有一个很压抑的一个疲劳感，就在你那个很疲劳感、很被压抑的时候，突然挤出了一个灵光，因为你很想要脱困，你很想解决，你很想化解、软化现在的局面，所以你突然脑袋突然挤出了一个很强大的智能吧。这个部分还不算是智慧啊，反正就是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灵光，会有一个很好的灵感，突然让你找到一个思维的契机，就去面对了你本来想不通的事情，然后就解决了。但这个是需要一个被就是压起来，然后突然就跑出了一个思维跑出来。好，所以这一切的契机点会在于你2月初，其实2月初会有一个蛮集中的压力跟生活，反正就是会某一个集中的压力，然后会出现，但不会很久，大概很快就过了。可是那个时候会跟整个宇宙吧，跟时空交换出一个很棒的灵感哈，然后在2月中就开始帮你创造一个全新的阶段的开始哦。但是它这个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交换啦。它一个交换就是有一个能量的交换才会出现哈。如果你前面没有一个负的交换，它那个正的讯号它不会出来，或是如果这个能量不够，它也就只是会平淡的就过去了，你不会特别感受到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你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你可能得到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契机啊，一个 sign 啊，一个很好的讯号，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哈。就是这个交换要交换出来才会有，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会有新的挑战会来哦。目前看起来来说，反正就这里吧，我觉得大概这里吧，会做一个切分，会一个进阶，然后只不过前半还需要努力一下哈，找到智慧。我是希望你找到智慧，而不是只是找到一个解放。目前看到是只找到一个解放，而不是找到智慧。我觉得找到智慧的话，这一个进入新进阶的这个跨越的能量浓度跟能量的品质会比较好哦。再帮你看一下中段这里有什么。好，的确哈，你这里确实是，的确是有一个跨越。哦，这里牌在提醒说，当这个跨越来临时，
希望你的确，我刚刚不才说要找到智慧嘛，然后愚人牌就出现了。愚人牌里面呢，它平常会带着这一个行囊在包裹里面呢、它其实内在的意思是说带着一个前人的智慧、以往的智慧，还有你前世好几世的智慧带来这一世的智慧。但为什么要这行囊包着？因为你用不到，你没用，你没有在用，你没想到要用，你以为那是食物装水的一个袋子，没有，这个其实是一个。里面装的是智慧，所以有时候愚人牌出来的时候是有点在告诉你说，你别忘了，你其实是有能力开悟自己的、启发自己的，面对这些的事情，或是你也有能力去寻找你适合你的智慧或什么，但你平常不相信、不使用，你以为你能够靠自己的思维、理智分析、逻辑排列组合就能够解决，但其实愚人牌出现的时候，告诉你说，你现在要往前，你要跨越了，你要走了，但是你需要的是智慧，好，而不是智商，而不是智能，好吗？所以这里比较像是说，因为这里要找真相嘛，我刚才一直没把真相讲，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找到要怎么去解释找真相这件事。可是这里愚人牌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原来他要你找到的是你原本你所需要的智慧，在这个时候你要找到，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死神牌出现的时候做一个跨越。所以我才一直说，这里的跨越需要你找到智慧，然后才会做一个能量很好的跨越，然后进到后面才会有这个圣杯6，然后才会有面对一个新挑战的能量。因为他一开始给你宝剑五的能量，就表示说这个能量是你所能负荷的一个新挑战，在2月底。好，他没有给你一个很大或很沉重的东西，因为他前面给的是死神牌，表示说这是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他就给你一个宝剑五，表示说你在这一个跨越的时候，你有所升级，本事或是什么各方面你升级了，所以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挑战五的，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跨越的升级是不错的，而且还蛮好的，才会给你宝剑五的挑战嘛。然后这里又给你圣杯六，表示说这个地方即使挑战来了，其实你也是胜券在握的，而且你有别人的帮忙，你有很多人的祝福，你有团队的祝福，你有团队的帮忙，你不是孤单的，你也知道怎么去运用其他的人来帮助你。反正这里就是你能够掌握的很好，对于你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来，我再看。我要放的是这个位置的话，没关系，我先放这一个。就是他希望你能够开窍在2月初的时候，因为你后面你要转换了，有点像二转、职业二转或是蜕变。这里有一个强迫性的蜕变在这里耶，有点势在必行，你必须要做到的能量在这里。他没有觉得你一定会做到，但是这个底的节奏的话，他叫你要赶快因为后面你要转变了，那你会转变的品质会到多少？1到10或转变，比较像是你在前面你如何去积极找到一个智慧或是自己心理开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蛮需要一些身心灵能量，你要多去听一些谏言你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困扰或什么，你要赶快找方法因为这个跨越要来了这个跨越的后面品质从你前面做的事情所带有的内在品质、能量或智慧，来决定你后面这一段的面对这一个挑战的能量或是你的实力有多少好，但是还好了，都还算是一个很正面的牌，就是说你必然要成长，你必然会有所成长，你必然会有所获得，但是你获得多少靠你然后这个思维，这个突破其实蛮有压力的也算蛮沉重的，难度也蛮高的然后到了这个刚好真的是，刚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因为它这个没有让我忽略了，表示我就是要忽略它。因为我这个牌，像我回头看，它就只是告诉我说，当你这一个跨越的时候，难度没有，它不是一个流水型的，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被推到跨越，没有，它中间有一些小小的你的思维要转换你在开窍，你这里开窍了嘛，所以你要运用到这里，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这里如果有开窍了，智慧有长了，知识有长了，所以你会意识到说你中间有一个转换期，然后你会有更多的，这时候才会有一些智能意志才会，就是有关智商、智力的东西才会开始
需要你使用，你那时候就会知道说你要转换成什么，会有新的方向新的选项这个时候就要靠这里，你会如何找到更多的选项往下一个地方走在这里才会有。可是这一个选项的多少或是好坏，都靠你前面的智慧的开窍程度有到多少或是因为这个智慧的开窍程度，它才会让你找到你这里后面的方向，因为这里是真相嘛，然后会达到平衡这就看你这里的学习跟成长有多少，然后让你知道他才会给你你这个跨越的挑战的等级他不会给你一个你应付不来的把它整理一下也就是说2月的时候，前面的你会有一个心灵的挑战，那心灵的挑战是需要你能够提升你的智慧跟你的思考方向都是心灵的心灵的不是智商或排列主任不是理智的，是心灵的。你心灵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成长在这里，因为呢，你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转换，它的转换是强迫性的，因为它就是一定要你转换，然后转换之后呢，你会在这一个阶段会有一个新的升级，新的蜕变幅度不大，但是有。可是这个蜕变的内容、内在跟品质好不好，需要靠你这里的智慧开窍，跟你挖掘自己心灵的深度有多少，来决定你这里的升级会有多少。那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这里面的时候才除了智慧，还要拿出一些智商或者一些智力跟经验，去让你去想清楚，你到底后面蜕变跟升级的东西要升什么，什么才是对你有用的升级，什么才是对你有用的蜕变，这里才会开始想。然后会有很好的收获，会有贵人的帮忙，会有别人的支持，会有，但是多好就是看前面。这里也出现了这2张牌同时出现，就表示你这收获不错啦，就是会表示这2张牌在这里表示你的收获是不错的。这里也出现了，我觉得这张牌在就告诉你说，你这个蜕变的收获是不错的啦，但你要更多好，要靠你这前面这个挑战你可以不用那么介意，因为这就是你一般惯例上都要有的挑战，只是这只给5就是有一种测试的感觉啦。2月底会有一种测试的挑战会出现。来，我们回到这里，对，83，对啊，这个一样啊，这个牌跟这个牌都一样，就是你找到，就是这个牌跟这个牌跟这个牌都有点就是跨越方向，只是他们的运作方式不一样这比较像说你找到了，所以你知道下一步怎么做。这个是不管你要不要，现在就是要归零，从头开始。那这个不是，这个是你主动性的，你理解了，你内在消化了，你决定往那里走的一个有行动的，跨越，跨越那一条线，这是你自己主动有行动的跨越。所以这3张成为一个三角形，比方说，这必然有一个力量是你要跨越进来的，然后跨越了3张牌告诉你说你要跨越了，然后你要获得收获，会有很诱人的收获，你很难抗拒的收获，你很难抗拒的结果。所以我才说有贵人嘛，因为这张牌告诉我说有一个外在的吸引力在诱惑你，所以才说可能会有贵人，有别人支持你或什么你无法抗拒的帮助或什么会在这里。那因为这里的能量很强，所以我才说这一个宝剑五的力道打不赢他们，所以这个就只是会变成一个惯例的挑战，对我来说是这样哈。好，这个就是前面一个趋势分析。那我现在来做你的个人的能量来做一个检测啦，来看看你个人能量的内在有哪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趋势因为趋势的东西，它有时候会有太多集体意识或是各种意识在串然后它会去截取，然后来做一个做一个讯号给我来就告诉你。但是个人的检测呢，我就会比较针对一个点好，很好。
该在一个在一个跑出来了。你内在能量都蛮好的，好像少了一点点的。你要再柔软一点因为水能量可能只有水星能量也是 OK 的啦。好，你这个月可以，如果你知道星座，你这个月可以多依赖一下你的水星星座是什么去发挥一下因为本质上你本来就应该要比较接近水星星，只是你再去看看你的水星是什么这个月你可以多依赖水星一下，你的水星星座去强大你的水星星座，它比较能够去显化最近你比较适合你最近的状态。好，然后还好了，你现在的火能量也没有什么太高太低，也不用去控制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火能量。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一些渴望你向往的事情，现在都还在一个检视期，没有太多冲动反而是现在比你的心智心理上都比较稳扎稳打的，有水能量出现的，我现在才看到。然后读错了，这个才是水能，对，有水能量出现我刚被这个影响，我以为是钱币，是水能量，对。不过是5杯的话，它算是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没有他画的这么强烈他把它拉太强烈，我觉得它没有它大概就一半。因为其他能量强啦，它在它旁边，我觉得它起不了作用，它没有那种很难判断需要割舍三选二选一什么，像分什么，没有什么难以抉择的事情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能量太稳了，稳住了你的困扰，稳住了你的难以决定，因为它这里达到了一些某些平衡，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失落。它只是一些你内在的小困扰，但是你只要冷静一下，你就能够面对你现在有一些选择上的困扰。你本质上是这样。来，对啊，你有一颗更好的心你有一颗更好的能力，你有更好的判断能力，而且你有很多社群给予你的经验跟判断能力，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孤单去思考。你思考事情的时候，脑袋会有很多别人的声音，所以你不会，或是有很多过往的经验跟别人的一起经验，所以你思考事情的时候，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你很快就能够找到决定的方向或什么。因为这2张牌告诉我的是这样，风能量在这边串水能量被掩盖了，决定也没那么混乱都是一个比较笃定的一个思维、分析能力、思考能力都很笃定，所以你这个选不出来的一个能量，偶尔会出来，但你很快就解决，不太造成困扰。反而你要相信这一个魔术师牌会在这个月，你这个月会给你很好的，我觉得会给你很好的一个星座配合的能量。我看一下，我来确定一下这个所带来的是什么。对啊，我就觉得它这个水星能量真的，我的直觉就是这个你的水星能量会给你带来，水星星座可以带来好运你可以比较偏向你水星星座，你去看一下你的水星星座怎么做事情，这个能量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助力。你心里有一些想要保护你自己的一个东西啦，因为看个人能力个人检测才会看到一些比较内外表现，像刚前面比较多一些是外在表现，然后内在表现的牌就出现你心里可能有一些挫折，小小的挫折，但我不建议你往里面挖。这个月突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时刻、小小的时间，你会突然想往一些旧伤口、旧回忆、旧挫折、心里一些黑暗面去往里面挖，但我觉得你不要我觉得你去把目标，它会有这一个想法跟这个力量跟这个冲动会出现，但是我觉得你把它转换成去挖，说我未来的展望或者是什么，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不要去往坏的地方，不要去往以前旧的东西你去往一些新的想象物质的不是精神的，不是看花的，是物质的，想一些目标，想一些未来展望来去填补这个冲动因为战车牌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你有这个能量你有这个向往去回避你内在心里的一些旧的挫折或什么，那你就回避吧。我们往一些比较正的、比较
未来的比较新的目标对于新的目标，我们来对新的目标往前走哈，不要往旧的东西去挖，因为它没有对你现在没有作用啦，对你现在要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作用。不要被一些只有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会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突然看什么影片，被一些旧伤口挫折，马上就又往心里去。你可以就经过哈，把那些旧的记忆、难过的记忆，用一种经过的方式让它出现，可以出现。我看到了，我就经过，我们要进去。就像一家店，你看到了我知道这家店以前是我很喜欢的，里面有很多人我喜欢卖的东西啊什么，但是我现在不需要，我就经过，我也不要进去买，我也不要一定要吃到，会觉得说我下次就再也吃不到。不用，你就经过它哈，经过就好了。就跟有些你生活上的难处或什么，有些东西很痛苦，然后什么会放不下，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没有放下。也没有强迫你要放下，你可以放着啊，放着，要走就提着，然后停下来就放着，然后放下比较是放下了，我们就离开了，再不要没有。如果你真的放不下，你就提着，然后你也不要感受它，你就到了某个地你就放着，你也没有背弃它，你也没有远离它，所以你就不愧对它嘛。所以说要明白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文字的一些含义或一些很美妙的有诗意的东西哈。你就把那些痛苦什么就放着就好了，没有人把你就要丢掉，就放着，跟这个一样。我们看到了，那我们经过，我们不是略过，或者我们不是不在乎，我们就经过，因为它还会再出现，每次看到就经过就好了。OK， 好，因为这里你有一些很好的能量，在这个月你需要做挑战，看就像刚第一组牌，你需要做挑战，你有很好的能量，你需要有一次的很大的跨越，你需要蜕变一个新的，所以这种小东西不要让它在这个月困扰你，我再看，为什么出现3？这个在这里出现，我需要认真看一下。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吧，这里比较不像这样。他有点在暗示我说，当你感受到事情越做得越顺利的时候，你心里反而开始有一些愧疚感呢，好像觉得你可能不能那么顺，你可能没办法做，就是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有点出来。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你不用特别往那边去，它本来就会有，会让你。不过这个牌出现，我觉得蛮喜欢的。它虽然你有一些伤痕或一些旧挫折吧出现了，但是它这个时间是短暂的哈。毕竟它是风的，我觉得它这个宝剑3的那个坏能量、那个伤口能量，我就一直都觉得它是一个短暂的，所以不要太在乎。然后吊人牌跟这个搭配，我反而觉得说，原来你2月的时候要去做一些新的蜕变、新的挑战、新的什么。你要保持着一个你要奉献的心态，你要奉献就是不要全拿，你可能要有一点分享，要有一点舍弃，要有点给予。如果你保持了这个心态的话，可能2月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哦。你的地位啊，你的别人对你的赞赏或东西什么想法，如果你用这个比较奉献、牺牲、给予、分享，少一点自我，多一点退让，一种老二哲学的成分加进去，你会得到更好的位置、更好的赞赏、更多人的信赖。其实你对于你想要做的那一件事情，反而你才会拿到更好的主控权。在2月的时候，这是2月的那个趋势。来，再看看前面，我想看看前面这里。这张牌一直在冲出来，什么意思？这里我看到的是，他告诉我说，你内心的那些事情早就已经翻篇了，早该翻篇了。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怀念、回想，让你重新回到那个沉重的状态里。不要，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他认为你内在能量有更强的一个
火能量，已经2个火能量告诉我你的内在能量更强，你能够主导，能够控制。蓝莓也够强，而且是用一种国王的姿态去控制那个火能量，而不是那种随处乱飘的火能量，然后要随意抓的火能量，然后随意给予的。没有，它有一个国王的火能量在这里，表示你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思维、你的想法、你的目标、你的憧憬、你想走的方向。你内在是很强大的。当然，为了达到平衡，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种困扰面去达到平衡，就是阴暗面、黑暗面，就暗能量要出现达到平衡。但是达到平衡，它达到平衡不代表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它的质量都这么重。他有说达到平衡的方法是它出现的次数多，但是每一次都很淡，才能够达到平衡。就像是一次给予你一个10等份的暗能量，但它没办法一次10等份，它就可能每次都给你0.5，然后给你20次，但你每一次都能够度过。然后这个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给你一个，它让你发现说，每次到了你很顺遂的时候，每次到你很顺利，开始感觉到顺利的时候，它这个暗能量就出现，但它出来的能量大概就只有0.5或1，很快，然后你的能量很强大，你就可以度过，然后它次数会很多。但你不要因为它常常出现的次数多，然后让你成为它是你内在的一个巨大阴影，不是哦，它只是次数多，但每次都很淡。你不要把它自己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大的你，一个永生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阴影，不要这样子去想这件事。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是，即使你每次想都会觉得很重，但你要用这个方法去把它拆解。你每次都用经过或放着的方式，让它分担它的重量，就变成是你主动的让它变成每次都只有0.5或1。这样子的内在或一些困扰就会变得没那么沉重了，好吗？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要获得的成就，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要获得成就，我们要把注意力在分享跟喜悦上面，跟大家分享，跟你自我的喜悦，还有你的喜悦的一些分享也在包括在其中，这才是你该花很多心力跟意志去让它扩大、让它放大的一个能量，而不是这个，好吗？好，这就是你的内在人。那我来帮你看一下其他塔罗牌的意见跟想法。好，其他塔罗牌的话，来看，来给你看，用那个我最常带在身边的牌来帮你看。先看一下这个好了。这个主牌对我来讲，它是画面最淡，但每次给的讯号都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来看一下这个塔罗牌给你有更多，我没有预设要看什么，我就看他给什么，我来对现在就。没有顺序，这没有顺序。好，我觉得这其实达到一个平衡哈。这副牌其实达到一个很完整的平衡哈，精神啊、物质啊的内在探索，跟你所要你对外在的一种沉重感、内在的沉重感都有哈，但也有很强的喜悦，有一个荣耀而归的感觉。这6张牌达到一个很棒的平衡哈。我大概知道他这个意思，他就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对于你来讲，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哈，你该有的、该面对的、该有的都有。但因为这些都是很健康的状态在给你，你该获得的，你努力该获得的，现在都会有，都达到一个很等价，该有的就该有。然后你有一些内心的挑战也有，你会挑战过，然后外在的挑战也有，感官上的刺激上的外在的别人对你的挑战或什么的工作上的压力都有，但是都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突发的或是很难应付的东西，现在给你都不是，现在都是给予你一些对于你成长、对于你未来发展一个很正常、很平衡的状态，在这个月哈，这个牌就出现，你确实这个月会有一个新跨越后新生。来，我再翻一次。好，来看这个好了。
这一张。好看哈。是个是 OK， 你一样哈。你现在正在进入一个跨越，进讲这次这个不知道讲了几次了哈。而且你比我想的更勇敢哈，你比我想的更会保护自己哈。然后你原本内在的那个火能量，更像是太阳天下的雨的那个热，不是只是火能量，它你很像一种雨水哈，太阳天下的雨，或是一个大地已经被燥热的大地，然后突然现在下雨，然后有一个水蒸气蒸发在空中的那一个热度哈，你的人的内在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不算莽撞，你是一个理智向前走的人，或是你本来没那么理智，但你会告诉自己你要理智，再往下一步走，因为你一直以来所得到的别人的赞赏或什么，都是因为你比较务实，你比较能够处理一些复杂的东西，把它整合起来、精致起来，或是有排列、有秩序起来之后再往下走所得到的一些赞赏，都不是鲁莽的、随机的碰到的。好，这是其他塔罗牌，我再帮你翻一组塔罗牌哈，因为我就觉得少一点点哦，少一点点，少一点点，翻不是，对，这里的牌给的讯号是更复杂的哈，但我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就觉得少了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他第一组牌的时候，他那个跨越有一个洞，他那个跨有一个黑黑的洞，我翻牌没有翻出来有任何牌让我觉得他应该是去讲那一个洞，或是讲那个暗暗的地方。就是他那一块，就是很多牌面上面就都是解释完，那就有一块就在中间这边有一块东西，即使我翻牌去放了，然后就觉得这牌也不是在解释那里的，我想用这个来看看他们帮我解释那里。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一个直觉，觉得少了一点点啦。像我这种又有这种精神洁癖的人，就觉得可以。用一个方法来看哈。好，先这样，来看一下是什么。好，你再等一下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看一下。其实这个月你有一些事情你也不能说找别人帮忙好像有人会主动来找你有人会来找你麻烦，但也会同时带来帮助你的人会同时会出现。然后你这个月有一个运势，反正有一个很奇怪的契机点会开窍你一下，然后让你的整个情况会转，就跟前面一样会有一个切点，这里有一个转换的点而且不知道你这个月遇到了一些困难，里面都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收获，同时都带来，甚至觉得来刁难你的人，甚至也算是某一种贵人的状态出现呢。然后因为这些看起来像挑战，却其实是一种
你人生的好经验，或是反而连带了一些好运来，或是好收获来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的坏经验，其实在帮助你之后到3月或者2月底之前，反正就是你会帮助你去实现或是显化一些你这个月想要达成的目标或想要的事情哦。反正在这个月有一些看起来是坏事的事，其实它内在包含着一些好事，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它这里有一些混乱，混乱，可是它的牌理的概念是一种丰盛、一种收获的概念，它并不是一种只是表面上的混乱。因为它混乱，所以它里面藏了一些好处跟一些宝物都藏在里面一起带来。只是因为我们太容易着重在表面上的坏事，然后有点分心去挖掘其中的宝物，这个有这个迹象，所以你也可以放宽心啦，因为你这个月遇到的一些挑战，除了帮你比较快成长，或是帮你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之外，会有一些内在的宝物或是一些好事，它不会现在就显化，但它已经在底下发芽了，之后会出现，通常都跟人有关。我觉得这里看的比较多的是跟人有关，是人带来的一些好的东西。隐晦的感觉蛮多的，但是都跟人有关，它不是一个什么随机的，它是一些也看不出来是新的旧的人，反正就是有人在偷偷帮助你嘛，也有这个讯息，或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在偷偷帮，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会帮你解决，或在一些外在的力量有在帮你解决，就对了哈。不知道为什么二月的能量很在乎达到平衡，所以即使坏事情来刁难你的人来给你麻烦的人来的瞬间，也把好人也带来给你了。好，这就是选到第2号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的各种象征的诠释，能够给你更多的选择方向，能够让你有一些思维的困境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智慧跟一些方针。然后呢，如果你喜欢，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来，现在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然后左边会有一些那个今天的内容分段，你可以去时间戳去按你想听的内容，或是你要重听的时候也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戳。来，现在是选到3的朋友们直接来抽，来看4周的一个能量哈。先来讲你在最后一周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但是你的挑战比较多到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多人来挑战，但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挑战机会，而且你会有一个一枝独秀会有一个人表现，然后获得满堂彩，反正就是有一种挑战或者跟别人竞争的话，最后的赢家应该是你。或是你得到成绩就是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2然后在这之前呢，会有一个小的挑战，这个比较算是一个小的试炼。它这个小的挑战是在帮助你最后的这一个挑战能够，这不就是一个练习赛，然后这才是正式来。然后这个练习赛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帮助、能量跟收获，在这里很多元非常丰沛。反正后面都蛮好的啦。看起来是个挑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机会。然后在前2周来说的话，中间你会处在一个突然你会很想要知道，不知道，反正你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突然很想要知道答案你会想知道真相，你会想知道答案，你会想知道解放，然后你会被一些思考困扰，在第2周的时候会有点困难，就是说你可能会很急着想要找到东西。为什么我会说急着找到东西，找到真相，而不是说就会找到真相了？因为前面是这个它带来的能量是告诉我说，你要找但没找到，因为它现在这整个牌说下去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感觉，都是有另外一个力量在拉扯，所以我都不觉得它有定下来，所以表示答案也没有被找到，所以我才会说你会很急着找到，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很絮乱的思考，风的思考絮乱的然后它没有稳定下来，然后我才会这样说。来，我再看看中间啦，你不用急，我们再慢慢翻出来。
好，进来这里都直接翻出来就好了。看这张不要不够。来哈，你2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挺僵滞期，你突然会有一些思考的困局，但是我觉得那个你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况会让你觉得有点踌躇不前，但是我告诉你，解放是问朋友哦，然后把你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困难，分享你现在的困境，跟别人分享你现在反正就是找人聊，找人分享你现在的情况，不要太觉得害羞或者觉得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前面你有一些困境需要去找别人问哈，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你2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能量突然消减的情况，那是因为你有太多杂事或者一些事情让你消耗了太多的能量，然后你内在的一个火能量会不见，所以我才会说你需要去找人问，找人去我看一下哈，地方排风是对，然后会让你往下拖，它有点像是1月初会有点像是你在游泳的时候，突然水面下被海草绑到脚了，然后是下面有一个水流往下把你往下拉的一个感觉会出现哦。所以我才说你1月初的时候要有一点去找人分享，去理解，跟大家就表示这个情况比较像是说去找别人跟你一起共享一艘船，共享一个浮木，共享一个海上的那个游艇或什么，我去找人分享，然后去共乘然后才可以把你往上大概拉回来。这不危险啦，只是我很怕说你会被2月初有一些事情拖了，然后就觉得有气无力的，但没有，因为你内在的火能量有出现，然后会被点燃。但是要点燃那个火，要点燃多强，你要看你前面怎么去处理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受到困境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受到这种困境就会整个一蹶不振一阵子，有些人不会，有些人会找别人帮忙。我希望你去找别人分享你现在的情况，去聊聊，一下就会豁达了。因为前面没有把你拖太久的坏能量在前面没有很多，就怕你没有去找人去讲话因为火能量在这里有出现啦。然后在这个所以这个阶段才会更像是，才会刚前面说你会想去找到真相，因为你会突然有点不理解为什么你2月初的时候会有这么多困扰，你会很想要知道为什么，你很想知道我答案是什么，但是好像这里有告诉我说，你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呢，因为你在这样花这么多时间下去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困顿跟东西，会除了你被水往下拉之外，背上还背了很多不会让你扶着的重量，然后你又没有抛弃，有点像是你背上已经背了一个很重的背包，都装了石头的背包，然后你在游泳的时候，你被水往下拉，都快进入溺水的状态，你还不去找人帮忙，想靠自己游起来，你是游得起来，你不会淹死，但你会很累很累。然后它是这个里面，你很想要找到真相的这个概念，跟这个你很想要靠自己游着的。然后你会想到说，我靠自己就能游了，反正有任何方法我都能够靠自己游的一个概念很雷同。可是其实前半部它这里我有牌面上没有，但我有感受到解放就是你要找别人，但不是去找别人求救，而是去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状态，自然而然你会找到解放。你知道这概念是不同的哦。你带着一个跟别人说，我现在有很多问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不是要这个。我要的是去跟别人讲说，我跟你讲讲我最近的心情好吗？我要的是这个。你跟人家分享说，我现在感觉到什么啊？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用一种闲聊平等的状态，而不是求救的状态，去跟你旁边的人聊，热情一点，不要那么自卑，不要那么悲伤，不要那么无奈，热情一点，正面一点去聊，你会找到很好的解放。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后面的能量跟前面的能量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表示无论如何。你都要面对后面这个，而且你还会得到胜利，得到奖赏，得到大家的支持，还会得到很好的新的阶段。那我就不觉得前面这个会困住你，所以我才觉得前面你有
你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然后我就认真的去感觉一下是什么方法能救了你，你也能救了你。就是说我刚刚说，你也能一直游，你也能一直游着让你活着，但你会很累很累。可是我不希望你很累很累的去面对后面这个挑战，因为我觉得你后面这个挑战呢、你会得到很好的收获，很好的可奖赏，他的什么。可是你前面太累了，你后面会体会不到。你后面也没有表现的比你想象中的更好，你的收获也没有比你预期来的更高。但如果你前面有处理的好，你后面面对这里的时候，你的能量就更强，得到收获就更多，得到奖赏就更好，得到评价，尤其评价这里哈，后面是要得到评价很好的时间点，后面的着重点是在评价，不是物质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的位置，你在所处的位置的地位会提高，然后人际关系也会变好。后面。来，我再帮你看看这里哈。那个把你拖下去的水到底要多重啊？有啦，来救你的人有啦，请你去找了。你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他现在这里翻了3张，我觉得有点像是救兵，你的救兵哈，因为能量平均分配了哦，然后地位各方面也都是算是比较平衡的，都是宫廷牌，一翻3个宫廷牌，表示说我刚刚讲的，你要去找人去聊，用一种分享的方式，不同的人哦，我这边有一个方法是，当你有一些心情上的困扰或是就是想不通的事情，拜托不要去找你平常就在聊天的人聊，你要去找你本来蛮好的，或是以前很好的，或是你能信任的人，可是他是比较远的人，你比较少说话的人，或是不在你的生活环境的人，但是你在社群上啊，Instagram 或什么的，你能够联络到他，你就跟他聊，你去找他聊，或者把他约出来吃个饭聊。你要找一个你比较远的很好的朋友去聊，这里才会有解放。这里能帮助你的都不是，我觉得不是你现在身边这些人。哦，除非你身边这些人是他是有一个你所能够敬佩的高智慧的人。通常心理有问题都不要找智商高的，我们要找智慧高的。你去分辨一下这个差别哈，是有差的哦。然后可是这3张救星牌哈，都让我发现，你其中得到的，你思维的困境会得到什么？第一，你会得到一个新颖的想法，然后你会得到鸡汤式的温暖的鼓励，然后你会得到一种被爱的感觉。这里好像你现在的困扰，然后缺少这3个东西：一种新的想法，一种有点鸡汤式的东西。你现在很缺，我觉得你这里好像你有点抗拒这个东西，你不太相信那个人，因为你觉得自己就能救自己，所以你才会觉得你自己在那边游泳，载浮载沉，自己游起来就可以，反正再累我也游得起来。但是没有啊，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一些鸡汤型别人帮助心灵智慧的东西，这点缺少一些这个心灵智慧的东西。然后还感觉到一些爱，哪些爱可是你要感受一些爱，电影里的爱，音乐里的爱，哦，这里就可以把你在你这个想法或是突然有一些思维困境里面的时候，才能够把它救起来。但这些都要在别人身上获得。这里是很需要有人帮你的时候，学会帮助别人、信赖别人的给予，放开手去接受别人的给予，在你现在的这个前半阶段很重要。你在前面阶段学到了这些经验的总和，会让你在面对后面这2段大挑战的时候，你会非常有自信，你会非常有能量，你会非常相信整个环境，非常相信旁边的人，你也能够看准你的敌人，知道你的敌人的思维，这里有这个能量了。因为这里面有3个成功牌，这个比较不算成功，这比较算是片面的，这比较像是说跟你不熟的人对你的掌声，但这个才是真正实质对你的掌声，或对一个很浮华。虽然这个有一种炫耀感，但是在这里它比较真的就像是一种上台领奖的感觉了。然后这个是你在独当一面，能够面对群雄，能够打败大家的一个能量。所以这里我就觉得你就是得到了3个得奖牌，就是3个胜利职位在这里。所以这里的
你的内在提升，你不是说内在提升，你既然要遇到一个困难，你这里的解决的方式跟解决的过程的品质，会完全影响你后面的这个表现。你当然会胜利，但你要夺胜利、夺荣耀，就看前面这里的收获哈。今天其实三副牌都有一个类似的逻辑哈，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听看三副牌给的，三副牌都有一个类似的逻辑，但是内容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给了这2张牌哈，我觉得他在暗示着你这个挑战了。我的感觉是你会遇到非常有爆炸性的挑战，但是你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受到刺激，你会很兴奋，我就觉得你一个兴奋感很重，然后你会有一种小小的受伤，但不阻碍你前进，而且你会有一种喜悦，一种快感，痛觉的快感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3个能量太强了，强到我觉得这个喜悦跟快感的能量已经盖过，已经觉得这都是必然的经过了。即使塔牌出来的时候，它这个能量的崩坏，不影响我觉得你会感受到失败。对，没有到失败这个了。会有一些痛觉，会有一些刁难，会有一些累，会有一些生气，会有一些不满，但不足以阻挡你赢得后面的胜利跟收获。然后，而且你有帮助。我一直以为这里前面是要靠你一个人，可是我发现说，没有，你会受到帮助。然后你的表现跟做起来都做得蛮好的。你现在只要按部就班做，然后接受这个挑战，拿出你的实力，不要用小聪明，按部就班做，用你原本相信的直觉跟实力去做，你会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当然了，要达到平衡的时候，一直会有一些伤痕啦，刮伤什么伤痕会出现。然后帮你看一下这个塔牌，另外帮你看一下塔牌。好，没问题。跟我讲的一样，都是一些皮肉伤，表面的，你很快就会淡忘，你没有，因为他告诉我说你内在的性质很强，你很快就可以分辨出来这些伤痕是完全没办法阻挡你的，而且你会在性质上面获得一个完整的、重新的整理，然后会有一种全新的提升，在理智面跟精神面会同时提升，而且你的分析能力、感受力、理解力，甚至连创造力，在这一个挑战之后都会有所提升。在月底，我相信今天这3副牌都会这样子跟我讲，表示2月的能量就是到月底都会有一种往上上扬的成功的讯号出来，只是每一个选到牌的人，每一个选到的方针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部分的话，看到女祭司牌，这张女祭司牌就让我非常安心，因为你经过了这些之后，就到最终你竟然会达到一个内在的平衡跟内在的秩序，你会完全安静下来整理之后，然后再出发，没有其他东西，而且搭配的是宝剑骑士的话，你这个整理的速度跟整理的一种很帅气的感觉，一种很直爽的感觉，很直断的感觉，判断很准确的整理，速度也很快，不会在内在整理的时候感觉到很多的犹疑或是不平衡。没有，很快就会整理完。你能够完全整理完你的收获跟心得，跟这些挑战所带来的伤口会带来给你什么全新的经验，然后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未来有用的力量。在这里，你整理的速度非常快。好。这就是2月这个方针，然后我来看看趋势啦，然后再帮你看看你的个人能量的检测哈。虽然刚前面已经有不小心检测到很多你个人能量，尤其是最后这里哈，我再帮你看看其他的面向的。好。
我在翻牌的时候，心里在跟牌说：给我一些没看过的牌，给我一些没看过的牌，给我一些没看过的牌。就翻出来还是看过的牌。就这个还蛮特别的。到这里出现的时候，确实是也还好啦，就是一种武装的状态哈。其实这两块看出来，就是选到3号牌的，我觉得你们都是一个蛮有动力的人哈，行动力蛮好的人，动能也蛮好的人，因为一直有一种奔驰的感觉，都有去追求这就出现了哈。然后你们对于答案真相其实还蛮执着的哈，然后你们追求也蛮执着的，而且 six，我每次都有点忘记它这底下6号，所以我都有点忘记这个底下藏了什么。这个号码对我人都有点小糟。6啊，对了，我又一直都忘记这个6号前面是有一种给予分享哈。对，他这里又让我看到你是有别人会帮忙你的，但是还是需要去告诉你说，你需要在于分享，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现状来才能够获得。现在你需要的一点行动就是跟别人去讲你现在的境况，去分享，你会得到意外的答案、意外的帮忙、意外的精神支持、意外的智慧，这里都有哦。然后有一些胜利感，你内在的一个胜利感、荣耀感，然后再慢慢的滋养起来。你原本对很多事情会武装自己啦，武装自己的去做，你现在也是有点武装自己，可是你因为内在的秩序跟内在的整理的还蛮好的哈，所以你没有特别要保护自己内在是什么。我觉得像第一副牌，感觉上有一些困难哈，我觉得都是一些你能够解决的困难，都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好像有点来得太多了，或是来得太新了，或是我觉得来得太新或是来得太陌生的困难比这个点比较多，都不是你一些跟你原本内在一些旧的挫折、旧的伤口有关的东西，没有哈。所以战车牌在这边出现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你在保护你自己内心心里什么，而只是你一个习惯性的，对于某些挑战或是某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武装感就会跑出来哈。这里也是。用战斗的保护自己的内在平静的，什么都不要听，我要以往之前的概念一直都有。不安哦，这些未知，我发现你有一些向往，有一些内在有一些更期待、更艰难的事情，你想要挑战的一个向往。所以有时候可能从第一组牌看到的，有一些你的挑战或什么，可能是你自己找来的。你很乐于挑战，你很想要成长，你去把它找来的，然后你会被这种挑战或什么吸引，因为你从到现在我还没看到一个懒惰的概念，我觉得你没有一个懒惰的概念，你也容易被一些激昂的事情，一些能够获得成就感的、收获感的东西做吸引，然后去做挑战。难怪上一组牌的后面会有那么多荣耀感的牌出现哈，好像你已经习惯性去挑战一些很难的东西，你也习惯去获得一些很好的收获，跟你有，就是你已经看到那个宝物了，你就是要去把它找到哦。哦，我看一下，就是还不错，他这里的牌都比较像是已经认可你会做到的事情了哈，就是他觉得你做很多东西，你会得到一些你必然的收获哈。你一直都是用这个概念在做事情，你觉得我去努力做某些事情，因为你已经看准了那个收获的品质跟那个比例跟那个量，所以你就会去做，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做这些事情就应该要得到那些量，你也都常在这样子的状态下去做事情，这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想法，但是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想法，然后你也常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的别人的赞美跟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状态很稳定的人，但是从第一组牌看起来说，你现在需要新的一个挑战是，你不能再这么保守了哈。也许你现在的做法各方面都很好，可是第一组牌告诉我说，你现在需要新的挑战、新的思维、新的概念、新的跨越，然后才可以在后面得到在新的挑战里面，你才可以挑到各种更多元的
敌人，而这些更多人的敌人有好几个都是比较陌生的，所以你从能量检测之后得到一个建议是，现在是你学习一个很好的新的概念、新的思维、新的领域、新的，反正很多东西都跟 new 有关，跟新的东西有关，跟陌生有关系。陌生跟新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比较像是，反正就是都是新的东西。这两个东西最近是你的挑战，陌生的跟新的东西，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学习。你要强迫自己去学习，因为你的学习能力很好，而且最近能帮助你的人蛮多人，给予这方面知识跟支持能力的人还蛮多的，在2月底。好，但是这些人会给你支持，是因为你的表现跟你的勇气跟你的爱好挑战性，就是你有一个魅力跟一个魄力，去吸引其他人来支持你，来帮助你，或是他们喜欢待在你身边。好，只是你内在可能有一些比较老的、旧的、习惯的，应该是习惯的，你习惯上的方法，现在可能要一点进化，要添加一些新的元素哈。你也跟得上了，你并没有看不出来你有什么被拖慢的。但是你的方法有点，你身上就是有些方法是旧的，要换一下。这里有一个成就感，我有看到。对，哦，一样，跟我刚讲的一样。结果，是时候，是时候全新了，是时候转职了，不是转职业啦，就是说进化、进展、二转、三转职业。如果你打电动盘就知道说二转、三转，是时候了。然后是时候制造一些新的目标，来好好的引诱你去往前哦。那就跟地主牌一样啊，就是那个挑战跟那个，就表示说2月底那些是时候去做一些让你能够蜕变的挑战。然后你的思维可以再比你想象中的再更柔软一点，就是你的宝剑不要拿太重太硬的，宝剑要拿软的哦，能够变化的比较多。你再去体会那个概念了，你的宝剑不要拿太硬太重的，你宝剑拿一些软一点的哈，就是当然会讲比较软一点的，表示说你跟人的相处跟对人的应付方式不要太硬，要有一点柔软，要去倾听，要做一些语言上的交换、意见上的交换哈，然后去跟更多的人穿梭在更多的不同的人的关系里，去听他们的声音，反正现在接触不同的人，对你来讲很重要哈。但是这个有需要你身段跟以前的表达方式要变得比较更柔软，要跟以前有点调整，有点不一样。因为你要遇到的人啊或什么的，对你来讲现在都有一个陌生感跟新的感觉蛮重的哦，或是他们带来的概念跟他们带来的想法是比较新比较重的都有哦。我今天的题目都一直没有在想说是要讲视野还是讲感觉，是讲整个，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大方向就是会有这个讯号，所以我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新的或是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感情的话，可能是新的人或什么，反正它就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哈。可以自己再套用你现在所想的那件事情。好，大概你的能量检测大概就是这样。其实跟第一组没有差太多啦，都是差不多方向。我来搬看看其他塔罗牌有没有什么讯号要给你哈。我看看这张牌呢，这个看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哦，这里是算比较难解的牌，因为它也是给2个讯息。看其他好牌有什么讯息要给你？这个，是这样，看一下。目前看起来还好啊，目前你还是有很好的能量跟很好的
现在是一个显化你现在想要的东西很重要的时刻哈。然后，但是是一个很强的分水岭，但是你现在还如果没有办法决定你要什么东西，要赶快决定因为现在节奏蛮快的，2月的整个刚这样翻起来的速度还蛮快的，然后现在好像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犹豫状态，你记得赶快决定一下你想要获得什么，你想要目标什么哈。现在还有得选择的时候，赶快下决定哈，因为你后面要做事情的时间或是做事情需要比较多的能量。你能够显化，你能够达到，但是需要比较多的能量去做，所以决定的快一点。6的话也还好啦，方向感都是对的，你现在走的方向感都是对的。好，你现在的难题跟困难都不是这些，但是我相信你会决定的很快，不很难题。刚前面讲下来都不是这个问题，都比较像是一些别的比较像是一些倾听的问题啦。建议你要倾听一下新的跟陌生的东西，因为你最近需要接触比较多这些。然后再看看别的。这时候你要一样啦。他希望你多跟别人分享，你前面已经看到了哈。然后要温柔一点哈，要姿态再低一点，这里也再讲一次。然后放开心胸哈，因为现在是一个你得到一个蛮好的新的。因为你最近的如果你多于倾听跟别人分享你现在的状况，你会得到蛮多你以前没试过的方法，或是一些比较新的方法，或是一些新的诀窍，或是一些做事情的新的角度，最近会得到对你后面还蛮有帮助的。来，我再看一副牌，而且我这看。这个好了，看托特有什么？都还好。你现在有一些，如果搭配前面的话，就是我是有看到如果你需要一些帮忙的话，会有一些女性的贵人会帮忙啊。女性能量突然很强，然后他们有很多很耀眼的能力跟魅力跟方面，你需要学习，你可以去找他们帮忙。然后我呢，不过要小心因为你最近的能量跟做的处事可能会有点太出风头，或是做的比你想中的好。所以你会跟有些人会有一些距离会不小心跟某些人就有一些距离，所以我才一直跟你说，你现在这个阶段跟别人分享啊、倾听啊，然后穿梭在身段要柔软一点，比较水能量一点，在现阶段很重要才会，因为有些人我们不管别人的心态，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些人跟你保持比较多的距离，或是原本跟你就有距离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多主动一点，把这个距离拉近对你现在这阵子你想要的那个东西的发展跟进展跟收获会有比较好的收获程度。然后你附近确实有一些不错的阴性能量正在帮助你反正你附近有贵人，最近有些本来不会帮助你的人会帮助你，然后因为是被你的一些做事的能力跟魄力、魅力所吸引住，所以他们会想要帮助你所以一切的好事跟好能量过来现在你的能量如何发挥、如何绽放是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生活本来就是一样。你个人能量绽放的好，你个人能量表现的好，不要太阴沉，不要太自卑，不要太常常自甘堕落这样子。通常好的事情本来就会过来，然后现在这个地方被强调了，表示说你后面刚第一副牌后面有一些挑战什么的，你真的很需要别人的帮忙，也需要很多人的意见、很多人的新想法的话，你这个月前半段你要绽放出这个正面能量的，
效果要再比你想象中的更好，你要做，可能真的是你要做的事情再更多一点。多分享啦，我觉得分享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跟别人分享你现在是谁，可以让你的人更立体，而且会让别人增加更多你的信赖，而且本来就想帮助你的人，会终于找到如何帮助你的一个方法跟契机。好，这就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好，就这样哦。希望你能够听懂前面那些牌面上的象征，我做的诠释，然后给你提供一些不同的方向可以供你选择，然后也可以在中间给你一些小小的智慧跟小小的方针，能够帮助到你解答其他你的内心的难题。好，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